我是方颖。3018年6月16日，末世倒计时7个月，这是我重生回来的第3天。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缝隙刺入眼睛，我猛地坐起，手心全是冷汗，又梦到了末世第4年极寒的夜晚，姑姑刘翠兰把我卖给楼下那个啃老族的场景。冰天雪地里，我拖着受伤的手臂逃命，直到被救援队发现，然后在安置点被一个瘦高男人抢走最后的希望。床头柜上那块黑色的吊坠静静躺着，散发着微弱的红光。我握紧它，感受空间的存在。上天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，这一次我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。店员小伟将3大筐奶茶搬上我白色 SUV 的后备箱。莹姐，下午的奶茶都放好了，后芋泥杨枝甘露芝士奶绿各40杯。辛苦了，今天你早点下班吧。我看到你女朋友在角落等你了。我拍了拍她的肩膀，朝店内挤了挤眼。谢谢莹姐。周浩不好意思的挠头。车子驶离奶茶店，我在绿化树下停稳。四下无人，我迅速打开后座，一抬手，后备箱120杯奶茶瞬间消失，全进了我的空间。这个从末世带来的吊坠开启的空间，现在成了我最大的依仗。我咂巴了下嘴，从空间取出一杯杨枝甘露，冰凉的液体划过喉咙，西米清淡，芒果泥浓稠，淡奶油香滑，甜蜜在舌尖炸开。上一世我是舞蹈生，为了保持身材，连一口甜食都不敢碰。这一世我大口吸着奶茶，心里冷笑，末世降临后，那些精致的舞蹈动作换不来半块面包。我21岁，大2学生，这家奶茶店是我大一下学期开的。上天眷顾，重生回来时，空间已开启，记忆也完整保留。距离末世还有7个月，我必须争分夺秒准备。车载收音机播放着天气预报，未来1周晴朗，气温28到32度。我关掉收音机，冷笑。他们不知道，12月16日那天，天空会突然变红，气温骤降，末世正式开始。先是极寒，持续3个月，然后极热，又是3个月。人类文明在半年内崩溃，而我将带着前世的血泪教训，这一次活到最后。车子驶向御景小区，思绪回到上辈子的今天。姑姑刘翠兰打电话叫我回家吃饭，用亲情绑架我。最后我花了8500给表弟陈阳买了平板电脑。那时的我天真的以为血缘亲情牢不可破。地下停车场，我把车停好，镜子中21岁的脸庞还带着学生气，眼睛却藏着40岁的沧桑。我深呼吸，将对那家人的恨意压下。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，法律还在，等末世降临，法律崩塌，我会让他们尝尝被至亲背叛的滋味。电梯到5楼，我用钥匙打开503的门，门框当一声打开。客厅里，表弟陈阳和表姐陈月像2条咸鱼摊在沙发上，薯片碎屑撒了一地，电视声音开到最大。地上全是零食包装袋。表姐，你回来了，妈这段时间一直念叨你。陈阳嗖地跳起来，脸上堆满讨好的笑，却掩饰不住眼中的贪婪。厨房里探出刘翠兰的脑袋，这孩子怎么不按门铃啊？还自己开门，也不嫌麻烦。回我自己家还要按门铃，姑姑是当我客人了。我嘴角挂着礼貌的微笑，眼里却结着冰。这房子是我父母全款买的，房产证上只有我的名字。刘翠兰一家不过是鸠占鹊巢的寄生虫。陈国富从厕所出来，系着皮带，一脸不耐烦。你怎么跟你姑姑说话的？你姑姑整天忙前忙后，对你不比小石跟小亮差吧？是不是有人在你耳边嚼舌根子了？我指甲掐进掌心，努力控制表情。你们没做亏心事，怕什么嚼舌根？而且这话说的像是我无家可归来投奔他们，而不是他们霸占我的房子。姑父，好久不见，您最近在忙什么？我声音温柔，眼神却像刀子。上一世，这个道貌岸然的男人在末世后多次对我性骚扰，被我发现反抗后，还倒打一耙，说是勾引他。也是那次事件后，刘翠兰起了把我卖掉的心思。马国富被我看得后退半步，似乎察觉到什么。你别转移话题，还不快跟你姑姑道歉？刘翠兰在一旁拉着马国富的衣角，嘴上说没关系，都是一家人，眼神却复杂的看我。一出好戏，红脸白脸都唱得炉火纯青。上一世我竟然被这种拙劣演技蒙蔽了整整3年。我翻了个白眼，直接绕过他们进房，必须赶紧收拾东西离开，否则我会控制不住，当场掀翻这张虚伪的面具。房间还是记忆中的样子，梳妆台是爸爸亲手设计的，床头的向日葵壁画是妈妈画的。我轻抚桌面，眼眶发热，这是我和父母最后的联系，现在却要被迫离开。床底下拖出2个行李箱，我将衣服、笔记本电脑、证件装进去，我小心地收进空间。这个空间有1000立方米，温度恒定，食物永不腐坏。末世最珍贵的不是黄金，而是能活下去的物资。表姐，你拖着行李箱要干嘛？陈阳堵在门口，今天他有所求，所以格外关注我。最近找了份兼职，那边提供住宿，可能很少回家了。刘翠兰端着菜从厨房出来，听到这话，眼中闪过狂喜，差点藏不住。她看中我这个房间很久了，采光好，面积大，还有独立卫生间。是什么兼职啊？靠不靠谱？刘翠兰假意关心。舞蹈培训班老师，跟同学一起。我随口编造，拉开椅子坐下。刘翠兰厨艺确实好，糖醋排骨、油焖大虾、红烧鱼、可乐鸡翅、辣子鸡丁、红烧茄子、醋溜白菜、冬瓜丸子汤，全是我的最爱。今天为了哄我给陈阳买平板，他下了血本。我不管形象，筷子飞舞。末世4年，我吃过老鼠树皮，甚至同类的肉。现在面对美食，控制不住本能。一块排骨刚咽下，筷子已经夹起大虾，虾壳都不剥，直接嚼。转眼间，桌上菜少了一半。刘翠兰眼中疑惑：小姨，你平时不是最注重身材，一口都不敢多吃的吗？
我擦擦嘴，人是会变的。姑姑陈国富一家终于上桌，看到只剩一半的菜，脸色难看。陈阳迫不及待进入正题。妈，你给我买个平板电脑呗，我同学都有，说咱家穷的连个平板电脑都买不起，8500我们哪买得起？刘翠兰碰了碰我，想让我接话。8500也有便宜的，几百块的多的是，我才不要杂牌，我就要表姐那样的。陈阳扔了筷子，前几个月我不是给你买了一台5000多的吗？我打了个饱嗝，看着桌上所剩无几的菜，故意说，反正你明年就高考了，学习要紧，这一年你专心一点，等你考上好大学了，姑父肯定会给你买台更好的，毕竟姑父涨工资还发了不少奖金。刘翠兰疑惑地看向马国富，你涨工资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陈国富筷子一顿，脸色发白，胡说什么？昨天我在酒店大堂看到姑父跟一个女同事在柜台开房。姑父还说最近涨工资发奖金要犒劳自己，我想着你们可能有事没去打扰，难道是我认错人了？可是那人明明就是姑父啊！陈国富脑子轰的一声，抬手就要打我，刘翠兰却已经红了眼睛，菜吃的差不多了，火也点好了。我擦擦嘴，拖着行李箱走向玄关，身后传来刘翠兰的尖叫和马国富的辩解。这家人末世前让我倾家荡产，末世后把我当牲口使唤，甚至差点把我卖掉。这一世我要他们血债血偿。电梯门关上，我长舒一口气，这房子留不得了，明天就卖，7个月后极寒降临，御景小区地势低，5楼会被淹，我必须搬到高地。夜幕降临，我走进一家房产中介，店里只有一个年轻男生在玩手机。你好，请问是要租房还是买房？他头也不抬，我要卖房，我直接说。他抬头瞬间差点被口水呛到。方莹，我是鹏城大学艺术系的。我皱眉，不记得见过他。我是隔壁理工大学的江晨。他眼睛发亮，迅速站起来。我在学校论坛见过你，你可是热门话题。我没心思寒暄，递上房产证，御景小区6栋503，130平，学区房，425万全款，我要带走部分家具。江晨专业起来，帮我登记信息。明天就有客户想看房信你，做建材生意的，正好孩子明年上小学。他犹豫一下，其实我是你粉丝，大一迎新晚会看过你跳舞。你像只白天鹅，优雅又灵动。我心中一颤。上一世我是舞蹈新星，大2时在省市比赛拿了金奖。末世降临，一切化为泡影，那些舞鞋舞服都在逃难时丢弃。现在想来，指尖还在颤抖。江晨递给我一杯水。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最近太累了？我摇头，只是决定卖房，有点不舍，这是我父母留下的唯一念想。江晨眼神温柔，房子可以卖，记忆带不走，但心可以记住。他拿出手机加个微信吧，看房时方便联系。我扫码添加，发现他头像是张登山照，阳光下的笑容干净明朗。这样的人末世后不知能活多久。我甩开这个念头，不能心软。末世中心软是致命的。离开中介所，霓虹灯亮起，街角几个流浪汉在垃圾桶翻找食物。上一世我就曾沦落到这个地步。我走过去，买了10个肉包子分给他们。老人颤抖的手接过包子，浑浊的眼睛涌出泪水。你是个好人，他喃喃道。我苦笑，末世中没有好人坏人，只有活人和死人。上一世我太善良，这一世我只为自己而活。回到租房，我打开电脑，调出3天来整理的资料。末世时间线安全区域物资清单，危险人物名单。清单上第一个名字就是刘翠兰。食物大米面粉罐头压缩饼干，至少够吃2年。水净水设备储水桶，药品抗生素止痛药外伤药，武器刀具弩工防身电机器，其他太阳能板保暖衣物工具。父母留下的遗产和保险有980万，奶茶店1年利润15万，卖房425万，加起来1420万。听起来很多，但末世中1粒米能换1条命，我必须尽快筹集更多资金。空间里的奶茶已经凝结出细小的冰晶，我取出一杯，吸了一口，真甜。但我知道这甜味背后是即将到来的腥风血雨。手机震动，江晨发来消息，李老板很满意，愿意出430万，明天下午签约。另外，你那个舞蹈培训班还招人吗？我妹妹想学。我回复培训班不存在，我在准备一件更重要的事。他问什么事？末日生存。我删掉，重新输入休学创业，关掉手机。我站在窗前，月光如水，城市灯火璀璨。7个月后，这些灯光将一盏盏熄灭，街道上不再有欢声笑语，只有丧尸的嘶吼和幸存者的哀嚎。我摸出吊坠，红光在黑暗中闪烁。上一世临死前，那个抢我食物的瘦高男人说是你自愿跟我换的东西，我已经吃掉了，你现在后悔也没用了。当时我不懂他什么意思，现在明白了，他和我一样是从未来回来的人。这块吊坠是末世中神秘组织的信物，组织名为方舟，据说掌握着末世的秘密。床头柜上一份名单静静躺着，除了刘翠兰一家，还有3个名字：赵明、王强、林小雨。上一世他们分别从我手中抢走食物，强奸未遂，背后捅刀。这一世我要他们付出代价。突然吊坠剧烈震动，红光大盛，一股信息流冲入脑海。方舟计划启动，寻找持有者。7月1日地下基地开启。我浑身颤抖，原来末世不是天灾，是人祸。有人提前知道这一切，却选择隐瞒。吊坠不仅是空间容器，还是进入方舟基地的钥匙。窗外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过，车窗半开，有人在注视我的窗口。我看不清脸，但直觉告诉我他们和吊坠有关。我迅速拉上窗帘，心跳如鼓。重生后第一次感到恐惧，原以为自己掌握先机，
现在发现有人比我更早布局，手机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过来。方莹小姐，我们知道你有特殊能力，7月1日，希望你能来参加一个聚会，否则你姑姑一家可能会有意外。我握紧吊坠，眼中寒光闪烁，想威胁我。上一世我被你们玩弄于股掌，这一世我才是猎人。夜深了，我收拾好行李，明天去学校办理休学，后天搬家。奶茶店不能关，那是我最大的物资来源。至于江晨这个意外出现的男生，或许会成为末世中的变数。吊坠红光微弱，我轻声说：这一世我要成为方舟的主人，而不是他的棋子。窗外月光被乌云遮蔽，黑暗中无数双眼睛正在注视这座城市，等待末日降临。而我方莹将不再是那个被命运摆布的舞者。这一次我来编排这场末世之舞。我盯着意识里的空间时间条，上面显示着累计2小时的数字，心里稍稍安定。我的空间和别人嘴里的不一样，只有1亩可耕种的地，活人能进去，却有时间限制。不管是谁，时间条归零就会被强制弹出来。重生第1天我就摸清了这个规矩，那会儿1天只能待半小时。第2天我把爸妈留下的金饰塞进去，那些金子凭空消失，空间竟直接升到1级，而且没用完的时间能像流量一样无限累积，这才让我松了口气。意念一动，掌心就多了个巴掌大的深紫色木盒，打开盒盖，底下躺着4张符箓，1张空间符，3张瞬移符，其实原本有5张。刚重生那天我碰着盒底符箓时，最上面那张传功符就融进了指尖，让我继承了原主人1%的功力。别瞧这1%不多，不仅让我体质飙升，还让我学会了画符。虽说目前只画的成空间符，盒里那张现成的空间符是原主流的，内部200万立方米的空间还能让时间静止，妥妥的顶级保鲜仓。可惜有效期只剩1年半，之后得靠我自己画符续上。至于那3张瞬移符，有效期更短，只有8个月，刚好是末世开始后1个月就失效。我试过无数次画瞬移符，可出来的都是空架子，没半点效用，差点没把我大腿拍红。不过转念一想，这3张就算不能保命，用来搞0元购赚快钱也不亏，前提是等空间累积够10小时再动手。把后续计划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我躺上床运转传承来的功法，可这进度慢得离谱，估摸着100年都赶不上那1%的功力。可蚊子再小也是肉，说不定多练会儿，我画的空间符能更大些，也就耐着性子运转了几遍，没一会儿就睡了过去。清晨6点半，我已经在公园跑完8公里，上一世我连3公里都喘，现在一口气跑完还没到极限，显然是传功符的功劳。末世将近，没实力手物资只会比上一世更惨。我报了射击空手道散打培训班，后天开课。这几天晨跑就是先打基础。冲完澡，我从空间拎出一份小馄饨、一个糯米饭团和一个煎饼果子果腹，接着开车直奔小区外那家早餐店。上一世饿到胃痉挛时，我做梦都馋他家的小馄饨。重生后，我直接订了1个月的早餐，每天50份，1份配1大碗馄饨，2个饭团。到店时，老板娘正忙着给客人包饭团，头也没抬，朝右手边努努嘴，示意我要的东西在哪儿。3个裹着铝膜的泡沫保温箱整整齐齐摆着，老板很有眼力劲的过来帮忙搬上车，又把我车上3个空保温箱拿回去，留着明天装货。这些保温箱都是我自己做的，泡沫箱贴层铝膜保温棉，省钱又实用。把车开出一段路，我赶紧停车，将后备箱里的早餐全收进空间，只留空箱子。接着又去了500米外的另一家早餐铺，这里的煎饼果子和炒冷面是一绝。我同样订了1个月的量，每天50份，每份配加厚煎饼双份炒冷面，再加100个夹心麻圆100根油条，豆浆没要，毕竟自己在家就能做，没必要浪费钱。收完这批，我又赶去包子店，这里的包子在附近很有名，我磨了好半天，老板才答应每天给我300个包子，100个大肉包，100个笋包，100个烧麦。没空取就速冻起来，等把这些都收进空间，已经8点多，我不敢耽搁。我直奔大学城附近的银行，花近100万买了20根100克的小黄鱼。既然金子能让空间升级，为了攒够空间时间，这钱必须花。上车后，我立刻把黄金收进空间，果然触发了升级。可我满心期待能升3级，结果只到2级，单日可累积时间涨到1个半小时，算上之前的才3.5小时，看来得再出血。我又开车去10公里外的另一家银行，咬牙再买20根小黄鱼，这次总算升到3级。单日可累积时间到2小时，再过3天，我的赚快钱计划就能启动了。这3天不能浪费，我得先办点事。我掏出化妆镜，给自己画了个夸张眼妆，背上背包拦了辆出租车，准备前往大湾村。背上背包拦了辆出租车，给司机报了地名，前往大湾村。路上还有半个多小时，我闭眼又运转了2遍功法。到了大湾村，我给司机加了50块，让他等我半小时，接着直奔角落那家叫从头开始的理发店。
店里没客人，老板30多岁，我直接开口说阿武介绍来的，要3个人。老板上下打量我一番，关了店门，领我上2楼。他问我知不知道规矩，我回不用再讲，他便伸手要照片。我从背包里掏出一张和我有7分像的1寸照，他扫完照片，从保险柜里拿出3个袋子，每个袋子里有身份证和手机。忙活20分钟，他把改好的证件递过来，我拿出7叠现金。他过了点钞机说刚好7万，又提醒我可以用无卡存钱，卡号和密码都在手机备忘录里。快下楼时，我忽然回头问他有没有鬼网的网址，鬼网是暗网，专接普通人不敢碰的活。我也是上一世在安置点听来的。老板点头，伸出手比了个2，我才知道要20万。虽觉得贵，但这门路难找。我从空间服里分3次拿出20沓现金放桌上，老板见状进了另一间房，拎出个手提包，里面是台笔记本。他说这网址不值钱，普通电脑进不去。我这20万买的是无 IP 电脑，鬼网在线时顶尖黑客都查不到 IP， 下线就消失，还叮嘱我只能用无线，在线时连电源线都不能插。我松了口气，这钱花的值。又问能不能加个备用电池，他说只剩这1台，没多余电池。我只能作罢，拎着电脑和背包回到出租车上。半小时后到了上车点，我打开车门，把背包和电脑包放到后座。其实那瞬间他们已经进了空间，前挡风玻璃透明，我怕有监控才多此一举。我拿出其中一个身份信息，名字沈瑶，23岁，南省地址，手机里只有微信企鹅、抖音和购物软件，都是用这个身份注册的，以后囤物资租房都能用。记清信息后，我去几家银行存了钱，接着走进中介所，店员迎上来问是租房买房还是找工作，我说租房，他递来资料让我填要求，很快就说巧了，有套符合要求的房子，我懒得去看，让他直接说情况。他说房子在长富村边缘山腰，4层自建房，每层130平，前院近100平，有自挖的井，后山还有泉水，只是房主有几个要求。我心里一喜，这房子的条件简直是为末世量身定做的。刚想追问是什么要求，店员却忽然压低声音，眼神里带着几分迟疑，似乎那要求并不简单。中介的声音带着点急，指尖飞快划着房源信息，房子主人要出国，要么买要么租3年以上，整租，年付，每月还得给后山果树拍照。问的人不少，都嫌麻烦，但对7个月后就要来的末世来说，这些要求不值一提。1年17000，3年5万一并年付，押金5000。我没犹豫，追问长富村的位置，中介调出地图，19公里，离大学城不远，一脚油门的距离。关键是这农村自建房有井有泉，末世里就是黄金屋。我掏出银行卡开在柜面，用沈瑶的名字签了合同，约定明天入住。转身又用同一个名字租下500平仓库和100平冻库，招了2个50多岁的大叔守着，月薪6000，管午饭，明天到岗。忙到正午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随便找了家小酒楼开包间，刚夹1筷子菜，眼睛就亮了，味道比星级酒店还对味。我立刻叫服务员点20道菜个10份，要见主厨。胖厨师推门进来时还带着灶台热气，我直截了当问他薪水，他搓着手说试用期4000。他原来是3星酒店的厨师长，被徒弟和经理联手挤走，才屈尊在这儿。我拿纸笔写下沈瑶的名字和电话推过去，半年18万，比他以前工资翻1倍。他攥着纸条的手都在抖，愣了半天才问我订的菜还要不要。当然要，我付了定金，交代2小时后来取，转身就往二手车行赶，找了处没监控的树影，把自己的 SUV 收进空间，随后提了辆二手货车，囤货方便多了。离取菜还有1小时，我顺着车行老板的推荐找到户外用品店，以俱乐部活动为由订50套求生装备，50只冲锋舟皮划艇，再加3台摩托艇。老板见我没要救生衣，主动送50套，我干脆把仓库里所有移动泳池全包了，大大小小100多个，3万现金定金拍过去。老板盯着钱笑出褶子。我要了卖散装油贩子的联系方式，开着装满泳池的货车离开。这些泳池才是我来这儿的真正目的。取完20道热菜，找个监控死角收进空间服，换上皮卡往大学城赶。提前给奶茶店打了电话，让他们继续做，我一会儿就去取。路过房产中介，我又进了一家新门店，指定要乐府江南9栋27楼2702或2703，成功就给5倍中介费。上一世2701的那对夫妻救过我2次，这一世我要做他们的邻居。收完奶茶，回到租的房子，3个沉甸甸的快递早堆在楼下，是我网购的画符工具，每样都不便宜。我知道符纸等级影响成功率，干脆全买最好的。墨碟倒上珠叶，狼毫笔握在手里的瞬间，传承记忆突然涌上来。我闭了闭眼，再睁开时，笔尖已经落在符纸上，一气呵成，
符纸亮起微光，信息直接钻进脑海。空间符内有空间225立方米，未启用有效期20年，启用有效期只有3年。我苦笑一声，传功符主人画的空间符有200万立方米，我这连零头都不到，但修为摆在这儿，225立方米也够装不少东西了，质量不够，数量来凑。空间停留时间终于累计到5小时，瞬移符总算能派上用场了。目标：角盆国教堂地下私人金库。新闻里透露，那里藏着54吨的金砖。今天就是我的囊中之物。上一世，到啃树皮的滋味受够了，先吃饱一会才有劲干活。这时，江晨的电话却突然打了过来。方莹，御景小区的房子全款卖出去了，425万已经打到你账户上了。这么快，你效率可以啊！中介费我转你。不用转，咱们都是老同学了，下回你请我吃顿饭就好。那谢谢你了，改天我请你吃饭。最近天气反常，你记得家里多备一点物资。江晨不收，其实是他赚了。末世前我会给他点提示，就当是消息钱了。接下来我还要干一场大事。坐标确认，瞬移符启动。方莹周身泛起微光，失重感袭来，下一秒已站在金库入口。我的天，这么多金砖，这波血赚！我抬手触碰货架，意念一动，整排货架连带金砖瞬间消失。空间符的保鲜功能太给力，金砖收进去连温度都没变，我只顾着收，完全没注意时间，直到刺耳的警报声突然炸响。糟了，忘了金库有报警装置。不过上一世新闻说，这警报只连金库主人手机，怕什么？收完最后一排货架，身后的钢板墙已经快合拢，我马上闪身钻进空间。终于安全了，吓死我了！发财了！一下子零元购了那么多金砖。我数了数，整整90个货架，每个货架600块金砖，总共54吨，从3级直接窜到8级，每天能待5小时，以后囤货更方便了。我闪身回到租房，脸上还带着兴奋的红晕。房子卖了，金砖到手，空间升级，接下来就是用黄金换物资，把空间填得满满当当。末世有这些底气，我怕谁？重生回来54吨金砖稳稳躺在空间里，空间也升级到每日可停留5小时。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泰国。上一世馋到流口水的榴莲山竹堆成山的香米，这一世必须实现自由，还要把末世刚需的硬货囤够。深夜的曼谷黄金交易点透着隐秘，我拎着密码箱推门而入，打开的瞬间，金灿灿的金砖让老板维拉特眼睛都直了。1吨金砖按810克算16亿泰铢现金，我语气干脆，顺带让他立刻联系最好的水果和粮食供应商。看着工人抬来10个沉甸甸的防水箱，里面装满崭新的泰铢，我意念一动，箱子瞬间消失在空间里。维拉特惊得下巴都快掉了，连忙拨通供应商电话，拍着胸脯保证给我最低折扣。第二天天刚亮，我就扎进了榴莲批发市场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果香，一排排金枕头，猫山王堆得像小山。桑坤老板搓着手迎上来，方小姐，维拉特老板打过招呼，两大市场7天连续供货，今天8万个榴莲，往后每天14万个，一共102万个20泰铢一个，新鲜待之，绝不掺刺果。我直接拍桌付了，50定金，成交2小时内送到我租的仓库，运费我包。另外帮我联系山竹供应商，要100万斤，必须是今早刚摘的鲜货。看着工人疯狂装车，我抬手一挥，整批榴莲就被空间收走。空气中残留的果香让我忍不住笑出声，这波血赚够我在末世啃到天荒地老。紧接着赶往山竹仓库，老板正指挥工人装箱，一个个饱满多汁的山竹裹着露水。100万斤5泰铢一斤，比市场价低2泰铢，我爽快付款，转身又奔赴大米基地。宋猜领着我看一望无际的米堆，骄傲地说：泰国香米3000吨25泰铢1公斤，包运输到港口。我补充道，再加5000吨无烟煤一起送过去。帮我联系石油商，我要订10万桶汽油10万桶柴油。老板眼睛一亮，石油商我熟啊，我帮你谈，保证比市场价低5%。空间里榴莲山竹堆成小山，大米和无烟煤整齐码放。我看着面板上不断增加的物资数量，嘴角扬到耳根。这还不够，我拨通维拉特的电话，再准备1吨金砖换6万桶汽油3万桶柴油，还有武器和弹药，越多越好。电话那头的维拉特语气神秘：小事，手枪、机枪、火箭筒都有弹药管够，明天带你去仓库提货。夕阳下，我站在仓库楼顶，看着源源不断被收进空间的物资，心中无比踏实。这趟泰国之行，金砖换物资，从水果自由到粮食满仓，再到油料和热武器的铺垫，末世的底气就是这样一点点囤出来的。上一世的匮乏和窘迫，这一世都要加倍弥补。夜色渐浓，我收拾好行囊，准备迎接明天的武器交易。有了这些硬货，末世不仅能活，还能活得比谁都滋润。手里有粮，兜里有枪，空间有货，才是末世生存的终极法则。带着泰国囤货的余兴，我直奔维拉特约定的隐秘仓库。仓库大门缓缓拉开，刺眼灯光下，6万桶汽油3万桶柴油堆叠如山。角落的木箱里，手枪、机枪、火箭筒的轮廓隐约可见。维拉特叼着雪茄，眼神阴鸷。小姑娘，
你要的东西全在这：20把手枪、10挺机枪、5个火箭筒，弹药管够。我扫过油桶和木箱，目光锁定他身后的银色箱子。恒温服和弓弩呢？别耍花样！维拉特咧嘴笑，手下拖出箱子，黑色紧身服泛着哑光，10套恒温服，零下43度到零上43度，体感永远25度，还能防割防刺。我伸手触摸面料，冰凉顺滑却异常坚韧，心头一喜。再加30把弓弩，5000支弩箭，恒温服布料给我300米。维拉特挑眉，布料最多200米，送你100箱弩箭，够你用的了。我意念一动，一吨金砖从空间溢出，金光晃得维拉特手下眼睛发直。清点完毕，我弯腰检查油桶接口，指尖摸到一个微型装置，冷笑一声扯了下来，是追踪器。维拉特，做生意要讲诚信，放这玩意儿是想跟到国内找我麻烦？我捏着追踪器，声音冰冷。维拉特脸色微变，强装镇定，误会，运输时沾到的。我指尖用力，追踪器瞬间捏碎，抬手扫过油桶和木箱，又找出3个。这也是误会。空间服微光一闪，所有油桶、枪械、恒温服瞬间消失，只留下满地碎掉的追踪器。下次再耍花样，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。我转身就走，身后传来维拉特咬牙切齿的声音，却没敢阻拦。连夜跨进反船，越野车车灯划破黑夜。空间里，油桶整齐堆叠，枪械泛着冷光，10套恒温服静静躺着，200米布料足够给汤圆也做一套防护。我握紧方向盘，嘴角扬起笑意。汽油够开一辈子车，武器够护一辈子命。恒温服能扛极寒极热，这波交易血赚不亏。越过关卡时，晨曦微露，国内城市轮廓渐显。我心中默念：下一站接汤圆回家。末世的伙伴一个都不能少。推开宠物店大门，消毒水味混杂着宠物粮的香气扑面而来。我目光扫过一排排笼子，心脏骤然缩紧。角落的笼子里，一只浅白色阿拉斯加幼犬缩在最里面，右耳缺了一角，结痂的伤口还泛着红，正是我魂牵梦萦的汤圆。小姑娘，这只你可别随便选，它带1/3高加索血脉，成年后凶得很，还被前主人遗弃时打了一顿不好养的。我指尖抚过冰凉的笼门，汤圆像是感应到什么，突然抬起头，湿漉漉的眼睛盯着我，轻轻蹭了蹭笼壁。上一世他也是这样，无论我多狼狈，都会寸步不离的守着我。我就要它。我语气坚定，掏出手机问老板多少钱。2000，但后续疗伤疫苗还得花不少，你再想想。我直接转过去5万，2000用来买它，剩下的当寄养费和医疗费，把它照顾到痊愈。我每周来看它。老板盯着手机到账提醒，眼睛都直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把它当亲儿子养。打开笼子的瞬间，汤圆主动钻进我怀里，小脑袋蹭着我的手心，温热的舌头舔了舔我的指尖。我抱着它，鼻尖一酸。上一世他护我周全，这一世换我来守护他。汤圆，以后没人能欺负你了。我低头蹭了蹭他的额头，声音哽咽：我会让你吃最好的粮，住最暖的窝，再也不会让你受一点伤。汤圆像是听懂了，呜咽一声，紧紧贴着我的胸口。老板在一旁感慨：从没见他对人这么亲，你们俩真是有缘。护犬就得护到底。我指着货架疯狂点单，最好的狗粮按半年量来，疫苗、驱虫药、止泻粉、消炎膏全要顶配，还有宠物零食、磨牙棒、防水狗窝、便携饮水器，你家有的宠物用品各来10份。老板和店员忙得脚不沾地，一边打包一边笑。你这是要把宠物店搬空啊？汤圆也太幸福了。我把小山似的宠物用品收进空间，抱着汤圆舍不得放手。阳光透过橱窗洒进来，照在他缺角的耳朵上，仿佛镀上了一层暖光。乐府江南2702我的末世安全屋终于落地。上一世被洪水冲垮房屋，被恶人破门而入的阴影，这一世必须彻底抹去。3扇超甲级防盗门，超晶体防弹玻璃，10厘米的金刚板加固，花多少钱都值，这才是末世保命的铜墙铁壁。毛坯房里尘土飞扬，6个装修师傅抬着厚重的金刚板往里搬，脸上满是为难。小姐，你这要求太离谱了。3扇防盗门叠装，墙体加钢板，比银行金库还结实，施工难度翻倍啊！我没废话，掏出1沓现金拍在桌上，材料用最好的，加班加点，今天完工，双倍加班费。师傅们眼神一亮，立马干劲十足，切割钢板的火花四溅。防盗门层层安装锁死，防弹玻璃嵌入窗框的瞬间，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。花了80万，安全屋彻底升级。推了推防盗门，纹丝不动。敲了敲墙体，是沉闷的金属声。别说海啸洪水，就是炮弹都难轰开。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，我想象着末世时这里的安全感，嘴角忍不住上扬。刚打开门透气，隔壁零幺门传来动静。吴廷芳端着水果篮探出头，热情的眉眼弯弯。新邻居吧，我叫吴廷芳，这是我爱人雷明虎，儿子雷宇航。雷明虎笑着点头。5岁的雷宇航躲在妈妈身后，好奇地打量我家的防盗门。方颖阿姨，你家好酷，像城堡。我接过水果篮，心里一暖。上一世的救命恩人，这一世提前成了邻居，命运真是奇妙。我笑着邀请他们以后常来，心里默默记下这份善意，末世里定要加倍回报。电梯口偶遇一个高瘦男生，戴着鸭舌帽，眼神锐利。他看到我，眼神微动。方颖，大艺术系的。我愣了愣，认出是金融系的陆远，没想到他住03门。
校友啊，太有缘了！吴廷芳打圆场，我伸手与他相握，指尖短暂触碰，他的眼神扫过我家的防盗门，若有所思，我心里了然，能住在这一层，又对安全如此敏感，陆源恐怕也藏着秘密。站在02门口，看着紧闭的01和03房门，身后是固若金汤的安全屋，身边是靠谱的邻居，末世的底气一点点攒足。接下来就该启动屯水大业。上一世，我曾为半瓶浑浊的矿泉水和人拼命，可到嘴唇干裂、胃痉挛打滚的滋味，这辈子绝不再尝。长富村这套带泉眼的自建房，就是我的末世水源地，每天130吨甘甜泉水，囤到空间里，喝到极寒都够了。清晨的阳光刚洒进山坳，我就带着工人往楼顶搬充气泳池，楼顶视野开阔，泉眼引来的水管直通这里，最适合批量蓄水。1寸粗的水管全接好，电子感应水龙头装在泳池边缘，水流要静音，水满自动关。4楼、2、3楼也摆上泳池，同步蓄水。我指挥着工人，手里的图纸早已烂熟于心。工人动作麻利，蓝色的充气泳池一个个铺开，大的能装6吨，中的4吨，小的2吨，20个泳池摆满了4层楼。拧开阀门的瞬间，清泉顺着水管潺潺流入泳池，没有一点声响。电子感应装置精准控制着水位，再也不用守着等水满。我抬手对准第一个满水的泳池，意念一动，清澈的泉水瞬间消失，空间里泉水汇聚成巨大的水团，悬浮在角落，干净的能映出影子，还能自动保鲜，比瓶装水还甘甜。正忙着收水时，院门口传来脚步声，是王爷爷提着水桶来打水。他看着满院的充气泳池，笑着打趣：“小莹，你这是要把泉眼搬回家啊？这水干净，我家喝了几10年，就是雨季容易浑，我帮他提上水。”趁机请教王爷爷，这泉水怎么保存更久？我想多囤点备着。老人放下水桶，认真叮嘱：“简单，用干净的桶密封好，放阴凉处，加一把生石灰防潮，能存好几个月。想喝新鲜的，定期换水就行。”我眼前一亮，连忙记下，转头就下单了几吨生石灰和密封桶。老人的生活经验在末世里比黄金还珍贵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每天雷打不动来收水。4楼的4个中泳池收完，收2、3楼的小泳池，最后收楼顶的6个大泳池，一气呵成，空间里的水团越来越大。132吨的日产量足够我和汤圆，还有未来可能需要接济的邻居们挥霍。我舀起一勺泉水尝了尝，清冽甘甜，带着山泉特有的清爽，比任何瓶装水都好喝。站在楼顶，看着源源不断流淌的泉眼，身边是排空的充气泳池，身后空间里的水团泛着微光，我心里满是踏实。这不是普通的水，是末世里的底气，是活下去的保障，上一世的缺水之苦，这一世用无尽泉水彻底弥补。夕阳西下，我锁好自建房的大门，驱车返回乐府江南。车里播放着舒缓的音乐，我嘴角扬着笑意。泉水囤够，下一场硬仗就是应对即将到来的暴雨和内涝。但有了这满空间的泉水，再加上之前囤的物资，末世再难，我也有恃无恐。连续3天的暴雨没停过，小区街道的积水已经漫过脚踝，踩下去能溅起半池水花。看着窗外越来越急的雨势，我心里清楚，内涝要来了。上一世超市被疯抢，物价飞涨的场景即将重现，这是末世前最后一波囤耐放物资的机会。撑着伞，深一脚浅一脚赶到超市，刚进门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到。生鲜区货架半空，价签上贴着临时调价的红色标签，青菜涨到15块1斤，猪肉翻了1倍。顾客们挤在货架前疯抢，老板一边记账一边抱怨：“小姑娘，你来晚了，生鲜都涨价30了。”我没凑生鲜的热闹，径直走向非生鲜区。剩下的100箱抽纸5000条纯棉内裤，2000个自热包，5000块酒精块全给我包了。老板手忙脚乱的算账，眼神里满是惊讶：“你这是要搬空货架啊？”我直接手机转账，看着工人把物资往纸箱里塞，意念一动，纸箱瞬间消失进空间，省得自己费力搬运。回到租房，我又打开购物软件疯狂下单，抽纸湿巾、洗脸巾各加购100箱，一次性内衣补了3000条，自热包不够又拍了1000个，还有各种规格的电池、手电筒、防水袋，只要是耐放能用的我都没放过。快递员陆续送货上门，门口堆成小山，我抬手就往空间里收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想起还在宠物店的汤圆，我撑伞赶了过去。暴雨中，汤圆趴在笼子里，看到我立刻摇起尾巴：“老板，给汤圆搭个防雨棚，加厚保暖垫，狗粮和零食按3个月的量备着，我转账2万。”反复叮嘱：“辛苦你多照看它，等雨停我来接它回家。”汤圆舔了舔我的手指，眼神温顺，仿佛知道我在为它铺路。看着空间里堆成山的耐放物资，再想到汤圆安好，我心里踏实了不少。暴雨还在继续，末世的脚步越来越近。暴雨连下数日，小区积水已漫过小腿。我刚把最后一批网购的耐放物资收进空间，门外就传来轻轻的敲门声。开门一看，是隔壁2701的吴廷芳，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韭菜鸡蛋饺子。
身后跟着他5岁的儿子雷宇航。小莹，刚包的饺子，给你送点尝尝。他笑得眉眼弯弯。我接过饺子，心里一暖，连忙侧身让他们进屋。正聊着家常，又一阵敲门声响起，是对门2703的陆远。他手里拿着个坏了的便携打气筒，语气平淡：我家打气筒坏了，你家有备用的吗？阳台护栏有点松动，想加固一下。我递给他备用打气筒，顺便提醒：暴雨天尽量别在阳台逗留，墙体受潮可能有隐患，不安全。他接过打气筒，眼神复杂的扫了眼我家的防护门，低声说了句谢谢。吴廷芳连忙打圆场，以后都是邻居，互相照应着点。我笑着点头，心里清楚末世里靠谱的邻居有多重要。趁着聊天间隙，我悄悄提醒吴廷芳：吴姐，多囤点饮用水和耐放的食物，这雨可能一时半会儿停不了。她立刻认真点头，说回头就去采购。雷宇航盯着我手机里汤圆的照片。方莹阿姨，这狗狗叫什么名字？我能跟它玩吗？它叫汤圆，等雨停了，我带它来跟你玩。我摸了摸它的头，心里默念，希望这份邻里温情能在末世里多延续一阵。送走他们，我看着桌上还冒着热气的饺子，鼻尖微微发酸。上一世孤苦伶仃的末世岁月还历历在目，这一世能遇到这样热心的邻居，让即将到来的危机都显得没那么可怕了。暴雨还在敲打着窗户，但屋里的暖意成了末世前最珍贵的慰藉。连续13天的暴雨没有停歇的迹象，手机突然弹出官方紧急通知，全市大型商超、药店批发市场全面由官方接管，暂停对外零售。看到通知的瞬间，我心头一紧，这是末世前最后一次光明正大补充物资的机会，绝不能错过。抓起雨衣套上，我快步冲进雨里。小区便利店早已被挤得水泄不通，货架被翻得乱七八糟，人们争抢着仅剩的物资。争吵声、哭喊声此起彼伏，老板举着扫码枪，手忙脚乱地维持秩序，额头上满是汗珠。我挤开人群，目光快速扫过货架，直奔飞升鲜区。老板剩下的方便面、压缩饼干、瓶装水全给我包了，还有电池手电筒、防水胶带，只要是耐放的统统打包。老板愣了愣，随即加快速度算账，一共9200。小姑娘你真爽快，我直接手机转账。看着店员将物资往纸箱里塞，意念一动，纸箱瞬间消失进空间，没等周围人反应过来，我转身赶往附近的特产店，店里的干货、腊肉、香肠还摆得整齐。老板正焦虑地看着窗外的雨势，所有干货和罐头我全包了。老板见状，立刻招呼人打包，最终以11000的价格成交。返程路上，我给吴廷芳和陆远分别发了消息，提醒他们抓紧最后机会补充物资。陆远秒回收到，吴廷芳则发来语音，说正和雷明虎往便利店赶。回到安全屋，看着空间里满满当当的物资，我松了口气。官方接管意味着末世已近在眼前，但我已做好万全准备，静待风暴来临。连续肆虐13天的暴雨毫无征兆地戛然而止，小区里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，欢呼着迎接久违的阳光。只有我深知，这不是苦难的结束，而是更大危机的前兆。我打开电视，屏幕上的新闻主播面色凝重，播报着最高级别的黑色预警，受极端天气影响，预计24小时内将发生特大海啸，海浪高度可达数百米，沿海城市启动1级应急响应，13层以下住户立即撤离至高地或临时安置点。消息一出，小区瞬间陷入混乱，人们拎着行李疯狂往外跑，汽车鸣笛声、哭喊声交织在一起，场面失控。没过多久，敲门声响起，吴廷芳带着雷明虎和雷宇航站在门口，脸色惨白。小莹，安置点人太多太乱，宇航还小，我们实在不敢去，吴姐进来吧。我打开门让他们进屋，我家在27楼，地势高，防护也做好了，比安置点安全。雷明虎感激地看着我，小莹，这份恩情我们记在心里。我又给陆远发了消息，邀请他一起来安全屋避难，人多力量大。半小时后，陆远带着急救包和几箱物资赶来，简洁地说了句多谢。我们快速分工，雷明虎负责警戒，陆远检查安全屋的防护设施，我整理空间里的物资，吴廷芳则照顾雷宇航，站在窗边看着远处不断上涨的水位，我深吸一口气。末世的第一道考验即将到来。晚上9点整，诡异的黑暗突然笼罩全球，所有电子设备瞬间瘫痪，手机黑屏，电灯熄灭，整个世界陷入死寂。我心中一凛，知道这是上一世最混乱的29小时，也是最后的补充物资机会。我握紧提前准备好的瞬移符，默念着全球最大货运港口的坐标，启动符咒。强烈的失重感袭来，下一秒，我已站在港口的空地上，黑暗中只能看到一排排集装箱的轮廓，空气中弥漫着海水的咸腥味。我点燃火把，火光照亮了眼前的景象，堆积如山的集装箱里装满了食品、医疗设备、建材、户外装备，全是末世刚需物资。我不再犹豫，抬手触碰集装箱，意念一动，整排集装箱便消失进空间，速度快得惊人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远处传来零星的枪声和叫喊声，显然有人趁乱抢劫。我加快速度，
左右手齐上，集装箱一个个接连消失，空间里很快堆成了山。就在我收最后一批物资时，一艘停靠在码头的远洋货轮映入眼帘，我毫不犹豫地抬手，将整艘货轮连同船上的物资一起收进空间。火把即将燃尽，瞬移服的时效也快到了，我立刻闪身返回安全屋，打开应急灯，看着空间里满满当当的物资，我松了口气。这一趟港口之行收获颇丰，足够支撑我们在末世长久生存。外面的混乱还在继续，但我心中无比踏实。有了这些物资，再大的危机也能应对。诡异的黑暗持续了近30小时后，终于缓缓退去。但还没等人们缓过神，远处就传来沉闷的轰鸣声，大地开始轻微震动，海啸来了。我和陆远、雷鸣虎站在窗边，看着远处海平面升起的巨大水墙，如同巨兽般席卷而来。海浪所过之处，房屋被轻易冲垮，车辆像玩具一样被抛弃。原本热闹的城市瞬间沦为泽国。小区里的积水快速上涨，很快就漫过了1楼，朝着更高楼层蔓延。还好听了你的，没去安置点。吴廷芳抱着雷宇航，声音带着后怕。安置点位于低洼地带，此刻大概率已被洪水淹没。我点点头，目光紧盯着窗外，大家都小心点。海啸过后，可能还会有次生灾害。安全屋的防护设施经受住了考验，3扇防盗门牢牢锁死，防弹玻璃也完好无损，只有轻微的震动感。雷明虎感慨道：“小莹，你这房子改得太值了，简直是铜墙铁壁。”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们轮流警戒。陆远凭借敏锐的观察力，发现远处有漂浮的杂物不断撞击楼栋，便提议用木板加固窗户。我从空间里取出木材。雷明虎动手能力强，很快就完成了加固。吴廷芳则煮了热乎的方便面，让大家在冰冷的末世里感受到一丝暖意。海啸持续了整整1天，才渐渐平息。窗外的世界一片狼藉，水位仍停留在2米多高。海啸过后，整个城市沦为一片泽国，水面上漂浮着杂物和垃圾，空气中弥漫着腐朽的气味。我和陆远、雷明虎约定，白天轮流外出探查情况，清理周边，晚上则全员警戒，确保安全屋的安全。第一天由我和雷明虎外出，我穿上防水靴，带上防身武器和应急灯，雷明虎则扛着撬棍，负责清理路障，水面下暗藏危险。我们小心翼翼地趟水前行，避开漂浮的尖锐杂物。沿途看到不少被冲毁的房屋，偶尔能听到微弱的呼救声，但碍于自身安全，我们只能忍痛前行。走到小区门口，我们发现大门已被杂物堵塞，雷明虎挥起撬棍，费力地清理出一条通道。不远处，几只流浪狗正在争抢漂浮的食物，看到我们后，恶狠狠地盯着我们，发出低吼。我掏出随身携带的强光手电，对着它们照射。流浪狗见状才缓缓退去。返程时，我们顺路收集了一些可用的物资，几个完好的水桶，一把消防斧，还有几箱被水泡过但未损坏的饼干。回到安全屋，陆远正在检查防护设施，吴廷芳则在整理空间里的物资。我们将收集到的物资分类存放。雷明虎详细说明了外面的情况，大家一致决定，非必要不外出，优先保障安全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按计划轮流外出。陆远外出时，还带回了一些药品和急救用品。虽然外面危机四伏，但我们凭借着默契的配合，一次次化险为夷，安全屋成了末世里最安稳的避风港。这天上午，我和陆远正在安全屋整理物资，突然听到楼下传来激烈的争吵声，夹杂着打斗声。陆远立刻走到窗边查看，脸色凝重。有一伙人在抢劫住户，看样子手里有武器。我们迅速做好准备，雷明虎拿起之前囤的砍刀，陆远则握着一把手枪，这是之前在泰国交易的武器。我将吴廷芳和雷宇航安置在卧室，叮嘱他们锁好门，无论外面发生什么都不要出来。没过多久，沉重的脚步声传来，紧接着是猛烈的敲门声，伴随而来的是凶狠的叫喊：“开门，赶紧把物资交出来，不然我们就破门了。”我走到门后，通过猫眼查看，外面站着5个壮汉，手里拿着钢管和砍刀，神色狰狞。我们这里没什么物资，你们还是走吧。我故意压低声音，拖延时间，对方显然不信，举起钢管狠狠砸向防盗门。少废话，这门再结实，我们也能砸开。就在这时，陆远突然开枪，子弹擦着为首壮汉的耳边飞过，钉在墙上。壮汉们瞬间愣住，脸上的凶狠变成了恐惧，最后警告：立刻离开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陆远的声音冰冷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为首的壮汉咽了咽口水，看了看坚固的防盗门，又看了看陆远手里的枪，最终咬牙带着人离开了。确认他们走远后，我们才松了口气。吴廷芳抱着雷宇航从卧室出来，脸色发白。太可怕了，还好有你们。这场反击也让我们更加清楚，末世里只有足够强大，才能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。外面的局势稍微稳定后，我最牵挂的就是还在宠物店的汤圆。上一世，他为了护我而死，这一世我绝不能再让他受委屈。我和陆远商量后，决定由他留在安全屋守护大家，我独自去接汤圆。我穿上恒温服，带上武器和瞬移服，启动符咒来到宠物店附近。
海啸过后，宠物店的门口积满了水，门口的招牌也被冲垮了一半。我推开门，店里一片狼藉，老板正蹲在地上整理物资。看到我进来，惊喜地站起身：“方小姐，你可来了，汤圆一直等着你呢。”顺着老板指的方向，我看到汤圆缩在笼子里，听到我的声音后，立刻摇起尾巴，发出欢快的呜咽声。我快步走过去，打开笼子，汤圆瞬间扑进我的怀里，用小脑袋蹭着我的脸颊，舌头不停舔着我的手。他的伤口已经痊愈，毛发也变得顺滑，显然老板照顾得很用心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我拿出准备好的感谢费递给老板，老板却摆手拒绝：“不用不用，你之前已经付了很多费用，而且汤圆很乖，我也很喜欢它，我不再坚持。”帮汤圆套上牵引绳，又将之前囤在店里的宠物用品收进空间。返程时，汤圆紧紧跟在我身边，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。遇到流浪狗时，它会挡在我身前，发出低吼。回到安全屋，吴廷芳和雷明虎都很喜欢汤圆，雷宇航更是兴奋地想要摸它。汤圆很温顺，任由雷宇航抚摸，还主动蹭了蹭他的手。有了汤圆的陪伴，安全屋里多了几分暖意，也让我们在末世里多了一份慰藉。接回汤圆后，安全屋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。这天，吴廷芳提出，我们现在应该做一些长远的打算，大家根据自己的特长进行分工。我会做一些简单的手工品，我和陆远都表示赞同。陆远补充道，我懂一些金融和管理知识，还会简单的维修技术，负责咱们安全屋的物资管理和设施维护再合适不过。雷明虎也附和，我以前是消防员，动手能力强，外出探查收集物资的活交给我，我们很快达成共识，正式明确了安全屋内的分工。我将空间里的部分物资拿出来共享，确保粮食、饮用水和药品按需分配。吴廷芳主动承担起后勤，除了打理阳台开辟的小块种植区，还负责大家的饮食起居。陆远专门整理物资清单，把所有库存登记在册，确保每一笔物资都有迹可循。雷明虎则固定时段外出探查，既能收集有用的信息和物资，也能留意周边的安全情况。几天后，雷明虎外出探查时，发现了一户被困的老人，老人家里囤了不少常用药品，却严重缺乏粮食和饮用水。他回来跟我们商量后，我们一致决定伸出援手，用家里富余的粮食和水换取药品。老人获救后感激不尽，还把自己珍藏的末世生存手册送给了我们。手册里记载的防寒、辨毒等技巧，后续帮了我们大忙，让我们的生存底气更足了。在末世里，单靠一个人很难长久生存，只有团结互助，才能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活下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天气越来越冷，温度计上的数值不断下降，显然，末世里的第一场极寒即将到来。上一世，很多人因为缺乏保暖物资，冻死在寒冬里。这一世，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。我们在安全屋里召开了简短的会议，商量备战极寒的方案。首先要解决保暖问题。我说道，我空间里有不少恒温服和棉被，还有之前囤的无烟煤，足够支撑咱们过冬取暖。陆远接着补充，安全屋的门窗得进一步加固，防止寒风灌入。我这里有之前收集的保温材料，正好派上用场。接下来我们按分工各司其职，我把恒温服和棉被分发给每个人，又拿出无烟煤和取暖炉，在客厅里安装调试好。陆远和雷明虎默契配合，一起加固门窗，在缝隙处仔细贴上保温胶带，还在阳台外侧加装了防风挡板。吴廷芳则细致地整理出所有保暖衣物，给雷宇航搭配好多层保暖套装，同时不忘打理阳台的种植区，提前做好蔬菜的防寒防护，确保寒冬里也有新鲜蔬菜可吃。外出探查时，我们特意收集了更多的取暖物资，包括柴火、木炭和保温材料。陆远还利用自己的维修技术，将一些废弃的电器改装成了简易的取暖设备。汤圆也似乎感受到了寒冷，总是蜷缩在我身边。我特意给他做了一件小型恒温服，穿上后他变得活泼了不少。做好所有准备时，第一场雪如期飘落，气温骤降。安全屋里，取暖炉里的无烟煤静静燃烧，发出温暖的火光。我们围坐在一起，吃着吴廷芳煮的热乎食物，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，我心中无比踏实。极寒虽至，但我们早已做好万全准备。第一场雪飘落之后，气温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骤降，没过多久，窗外就成了冰封的世界。原本漫过楼层的积水早已冻结成冰，将车辆、杂物牢牢冻在其中。远处的楼栋也被一层厚厚的冰雪包裹，整个城市寂静的只剩下寒风呼啸的声音。安全屋内，取暖炉里的无烟煤静静燃烧，火光映得每个人脸上都暖融融的。吴廷芳刚从阳台的种植区回来，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手，外面太冷了，阳台的玻璃上都结了冰花，得赶紧再加固一层保温膜，不然蔬菜该冻坏了。陆远立刻起身，我去弄。之前收集的保温膜还剩不少。雷明虎则在检查门窗的密封情况，确保没有寒风灌入。我把给汤圆做的小型恒温服重新调整了一下，小家伙穿上后，欢快地在客厅里跑了2圈。
傍晚时分，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我们瞬间警惕起来。陆远握紧了手边的枪，雷明虎也拿起了砍刀。通过猫眼一看，竟是住在楼下的一对老夫妻，两人浑身是血，冻得瑟瑟发抖。求求你开门，我们家的取暖设备坏了，实在撑不住了。老奶奶的声音带着哭腔，我和大家对视一眼，最终还是打开了门。吴廷芳连忙给两位老人裹上厚棉被，又端来热乎的姜汤。了解后才知道，老夫妻的子女在海啸中失联，家里只有他们两人。取暖炉坏了之后，根本无法抵御极寒。我们商量后，决定让他们暂时留在安全屋，毕竟末世之中，能帮一把是一把。夜里气温低至零下30多度，窗外的寒风如同鬼哭狼嚎，但安全屋内，大家围坐在取暖炉旁，分享着食物，聊着天。极寒持续了半个多月，安全屋的物资虽然充足，但为了长远打算，我们必须外出补充一些稀缺物资。陆远探查回来后，神色凝重地说：“外面的冰面冻得很结实，但冰下情况不明，而且有不少人在冰面上搜寻物资，看起来很危险。我们必须去一趟。”我说道：“空间里的药品快不够了，尤其是治疗冻伤和感冒的药，还有一些工具也需要补充。”最终，我们决定由我、陆远和雷明虎3人外出，吴廷芳留在安全屋照顾老人、孩子和汤圆。我们带着武器和工具，小心翼翼地踏上冰面，冰面光滑无比，稍不注意就会滑倒，我们只能互相搀扶着缓慢前行。沿途看到不少废弃的车辆，还有一些被冻在冰里的杂物，偶尔能看到几个人影在远处摸索，眼神警惕地盯着周围。走到一家废弃的药店门口，我们发现药店的门被冻住了。雷明虎挥起斧头，费力地砸开冰层，推开了门。药店内一片狼藉，货架上的药品散落一地，不少药品已经过期。我们分工合作，快速筛选出可用的药品，尤其是冻伤膏、感冒药和消炎止痛药，全部收进空间。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，远处传来一阵争吵声，原来是几个人为了争抢一箱压缩饼干，在冰面上打了起来，其中一人不慎滑倒，摔在冰面上，半天没能爬起来。我们没有停留，快速离开了这里。末世之中，人性的丑恶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回到安全屋，吴廷芳立刻迎了上来，给我们递上热乎的食物。看着收集到的药品和物资，我们松了口气，至少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不用再担心物资短缺的问题了。这天上午，陆远在窗边警戒时，突然发现远处的一栋楼里有求救信号，有人在楼顶上挥舞红旗，看起来像是被困住了。陆远说道。我们立刻凑到窗边查看，果然看到一面红色的旗帜在寒风中飘扬。要不要去救？雷明虎问道。去，我毫不犹豫地回答。虽然外面危险，但我们不能见死不救。两位老人也说道，你们放心去吧，我们会照顾好自己和孩子的。我们3人再次踏上冰面，朝着那栋楼的方向前进。走近后才发现，被困在楼顶的是一对年轻夫妻，他们的房子被冰雪压塌了一部分，只能躲在楼顶等待救援。看到我们，他们眼中立刻露出了希望的光芒。我们来救你们了，陆远喊道。但楼门被冻得严严实实，我们根本打不开。雷明虎灵机一动，从空间里拿出绳索，将绳索固定在旁边的电线杆上，然后顺着绳索爬上楼顶。我们小心翼翼地将2个孩子先送下来。夫妻2人对我们感激涕零，说他们已经被困了3天，食物和水都快用完了。我们将他们带回安全屋，吴廷芳连忙给他们准备了热乎的食物和水。了解后得知，丈夫是一名医生，妻子是护士，这让我们欣喜不已。毕竟末世之中有医护人员在，能解决很多问题。安全屋的人越来越多，但也越来越热闹，大家分工明确。医生夫妻负责处理伤病，2位老人帮忙照看孩子，我们则负责外出探查和收集物资。在这个冰冷的末世里，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就像一束光，温暖着每个人的心。极寒渐渐消退，气温开始缓慢回升，冰面也逐渐融化。本以为情况会好转，但没想到新的威胁悄然降临。这天，雷明虎外出探查时，突然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，脸色惨白，有怪物。我们连忙围上去。雷明虎喘着粗气说，我在一条小巷里看到一只体型巨大的老鼠，比猫还大，牙齿锋利无比，还攻击了我。说着，他挽起袖子，手臂上有一道深深的伤口，正在流血。医生立刻上前为他处理伤口，眉头紧锁。这伤口看起来很严重，而且伤口周围有红肿的迹象，可能有剧毒。我们心中一沉，没想到极寒过后，竟然出现了变异生物。上一世我也听说过变异生物的存在，但没想到会这么快遇到。为了查明情况，我和陆远决定外出探查，穿上恒温服，带上武器。我们小心翼翼地朝着雷明虎所说的小巷前进。刚走到巷口，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腥臭味。巷子里，几只巨大的变异老鼠正在争抢食物，它们的眼睛发红，体型庞大，看起来十分恐怖。我们不敢贸然上前，只能远远观察。陆远低声说，这些变异生物看起来很凶猛，而且数量不少，我们必须小心应对。就在这时，
一只变异老鼠发现了我们，朝着我们扑了过来。我立刻掏出枪，一枪命中变异老鼠的头部，它倒在地上，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。我们快速返回安全屋，将看到的情况告诉了大家。看来末世的考验越来越多了，我说道。我们必须加强安全屋的防护，同时外出时一定要更加小心，尽量避免与变异生物正面冲突。大家纷纷点头，心中都充满了警惕。变异生物的出现让我们的生存更加艰难，我们减少了外出的次数，除非必要，否则绝不会轻易离开安全屋。这天，路远外出收集物资时，遇到了一群穿着统一服装的人，他们自称是官方建立的幸存者基地的人。路远将他们带回安全屋，为首的人拿出一份文件，说道：“我们是城南幸存者基地的工作人员，现在官方已经建立了多个幸存者基地，为幸存者提供庇护和物资，希望你们能加入我们。”我们心中一喜，没想到竟然有官方基地的消息，但我们也没有立刻答应，毕竟末世之中人心难测。我们向他询问了基地的具体情况，得知基地有严格的管理制度，会为幸存者分配任务，大家共同努力生存，而且基地里有专业的医疗团队和武装力量。我们需要商量一下，我说道。工作人员点了点头。我们会在附近停留3天，希望你们能尽快做出决定。送走工作人员后，我们召开了紧急会议，大家各抒己见。有人觉得应该加入基地，毕竟人多力量大，也有人担心基地不安全，怕遇到危险。我觉得可以去看看，医生说道。基地里有专业的医疗团队，能更好地应对伤病，而且对于变异生物，基地的武装力量也能更好地抵御。最终，我们决定先派路远去基地探查情况，确认安全后，再带领大家前往。路远出发后，我们心里都充满了期待。如果基地真的安全，那我们就不用再在安全屋里担惊受怕了。路远探查回来后，神色兴奋地说：“基地很安全，管理也很规范，里面有很多幸存者，而且物资充足，还有专门应对变异生物的武装部队。”听到这个消息，大家都欣喜若狂，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充满危险的安全屋，前往更安全的地方了。我们开始整理物资，将重要的物资收进空间，其他的物资则打包成行李，方便携带。吴廷芳给孩子们换上干净的衣服，2位老人则将一些常用的药品和工具整理好。汤圆似乎也知道要出发了，兴奋地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。出发那天，天气晴朗，阳光明媚，我们一行人背着行李，朝着城南幸存者基地的方向前进。沿途虽然遇到了几只变异生物，但有路远和雷鸣虎在，都顺利解决了。路上，我们还遇到了一些零散的幸存者，得知我们要去基地后，纷纷表示想要和我们一起走。我们没有拒绝，毕竟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。队伍渐渐壮大起来，从最初的几个人变成了10几个人，大家互相帮助，互相鼓励，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。路远和雷鸣虎负责在前面开路，医生夫妻则在队伍中间照顾伤病员，我和吴廷芳则在后面断后。经过1天的跋涉，我们终于看到了城南幸存者基地的轮廓。基地周围有高高的围墙，门口有武装人员守卫，看起来十分安全。看到我们，守卫立刻上前询问情况，得知我们是来加入基地的，便带领我们进入了基地。基地里十分热闹，有很多幸存者在忙碌着，有的在整理物资，有的在修建设施，有的在训练。工作人员给我们分配了住所，又发放了物资卡。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我们心中充满了希望。虽然末世还未结束，但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安稳的家。新的征程从此开始。